看尽浊世离乱，赤子心意不曾改换。月照千山，热血不寒。傲骨少年逆风向前，逐云端。英雄气魄从不言谈。命论暗转，潜伏浊世间，霸王踏龙千百炼。一命红颜，执手相携，无去处后百足恩怨。千来万象，月归思乡，且尽我泼墨之权。血路开辟之间，当平万重劫。凝眸望尽山川，天地间大势起波澜。旧影虽残，壮志不还。我非英雄，却也该十里苍崖。大道无极，不问悲欢。人魔本为一体，又何故处心积虑正道成神？魔心污浊，吾唯有成神，方可洗净这世间一切晦暗。一魔，你也该醒悟了。冠冕堂皇，冥顽不灵，不可教也。不好！耗费了太多的真气，现下早已是强弩之末。待我毁了这命轮，世间将再无神的存在。大胆！你别忘了，众生皆有你。如此，该有一劫。想走？你的神识以一分为二，即使逃往大千世界，我也会跨越千年把你揪出来。你错了，希望永不会消亡。天风，天风，六路皇后，守住篮板。你们犯规！众生一体，无二无别，救他吧！该死，追不上了。姑爷。光刃术，攻！丁宁，看得清楚是什么人吗？他们很谨慎，连剑使用的都是最常见的那种。倒是做得周全。陛下，再有20里路就能摆脱他们了。不要抄近路，前方必有埋伏。是，驾！姐，不怕，有阿紫在，定会护你周全。姐，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北水国与周边各国素来交好，况且我们这次是秘密出现，怕不是只有一种可能，瞎子。驾！驾！
先解决神师。放肆！这里是北水国的疆土。哼，除了大鹰和天武，你北水国我还不放在眼里动手。别怕，别出声。姐！冒失的小鬼！什么情况？我在哪儿啊？有人？喂，你听得到吗？喂！什么人？别装神弄鬼的！天地孤一志，未可一言良。逝者圣人略，秋影还故乡。你说的啥？情况不对，杀了他！这是。别动，身上有伤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们是谁？倒是没什么大碍，兴许是头部遭受重击，暂时失了魂。昨晚是怎么回事？你还记得自己是谁吗？我还能是谁？我是罗烈呀！呀，自己的名字倒是记得，把我们都给忘了。你们怎么称呼？你需要一段时间静养，叫我姐姐就行。她是神师雪冰年，你们从小一起在宫里长大的。外面驾驰马车的是你府上的苏秋生。宫里？府上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北水国，800诸侯国之一。好家伙，我不是摔傻了吧？不曾想北水国境内会遭遇刺客，他们在回宫的必经之路上设伏，实在难缠。你受伤后昏睡了将近1日，此番密信竟如此凶险，实在是姐姐亏欠你的。小事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这点危险不足为惧。你之前可是一直很木讷的。你当时迸发的那股能量，
有点像诸天龙象诀的气息。难不成，多年来你一直借口不习武道，实则在偷练这种连圣人都无法参透的功法？圣人？难道这个世界还有神仙？世人修炼武道也好，术法也罢，无非是为了追求实力的突破，而修炼的最顶层，则是圣人。世间法则无法加持其身，一言能定天地气宇，甚至还能跳转时空。跳转时空？这么说，这里已经不是我原本的世界了。想回家，必须修炼到圣人的境界。其实我在昏迷时得到了神仙相助，那个老神仙还说我天赋异禀，必须修炼那个最强的功法。也好，说不定是遇到了你的机缘。冰宁，你说与他听吧。说起世间功法，均为人为创造，唯独诸天龙象诀，它来自西昆仑山上一株宝树，日夜吸收天地精华，历时36000年开花结果，释放出的芬芳飘传千万里，引来无数人。却看到宝树上面悬挂着的果实自然裂开，化作一个个的古老文字飞舞。这些文字最终组合起来，便是诸天龙象诀。果然是无上功法，若能修成，便有机会打破时空壁垒，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。这是已经入门了。难以置信，诸天龙象诀出世之时，世人如获至宝，争相修炼着上天降下的无上功法，却无一人修成。在那之后半年，传闻有2人踏入炼体1级，姜望、文虚。若是罗烈能够修炼此法，北水国的天，从此该不一样了。是个坎，糟糕，好难受。不行，他的魅力紊乱，这样下去会走火入魔。他的魅力过于强盛，这不正常。按理说，他从未修炼过。炼体3级，寒气不侵。炼体4级，还是没能突破。你真是太贪心了。哇，城里可真热闹。前方就是南离王府。你与冰宁自小在宫里长大，倒是很少有机会出来看看。那以后我陪红颜姐多看看。好。陛下，小王爷，神师，我们到了。这就是我住的地方。禀告陛下，今日巳时，玄龙王觐见。让玄龙王半个时辰后到正殿议事。起驾。
参见陛下。本君闭关数日，玄龙王数次求见，可有要事？本王岂敢轻易打扰陛下闭关，实在是大事当前，心急罢了。哦，直言即可。本王年事已高，近来愈发觉得力不从心，恐不能再胜任宗老院长侍一职，还望陛下成全。冰宁，那人看着不像是善茬，什么来头？北水国有2大异姓王，一个是你父亲南离王，另一个就是他，玄龙王崇侯虎。玄龙王深明大义，倒是本君一直以来错怪你了。毕竟本王身为北水国的异姓王之一，为国操劳，为陛下分忧是分内之事，不像那南离王的后代，整日浑浑噩噩，毫无建树。所以本王认为应该废除罗列南离王继承权，重新择选一位能力出众者继任，也好为陛下为北水国尽废物！南离王终究是立下过旷世奇功，对本君亦有救命之恩。若是就此无端废立，北水国百姓得咒骂本君与王爷戕害忠烈之后。陛下此言差矣，北水国以武道立国，南离王打下的基业，世人如何不知？不曾想那小王爷不学无术，对武道是忌讳陌生，怕不是现在蔫蔫唧唧的躲在哪个女人的怀里呢？要是让天下的百姓知道了，够了！玄龙王既然年事已高，就不必太过操心本王的私事了。哟，小王爷今天好雅兴啊，怎么溜达到主殿来了？还好是来了，不然怎么知道背后有人放冷箭？安的什么心呢？这样吧，小王爷已到5相之年，半月之后，本君将开启霸王试炼。若其能够闯过3关，即刻起继任为新任南离王；反之，则贬为庶人，可好？好，陛下英明神武，本王到时自会辞去宗老院长侍一职。准了。玄龙王可否还有其他事禀告？无事无事，本王先行告退。陛下，冰宁、罗烈，半月时间，有把握通过霸王试炼吗？我会竭尽全力助他。放心，红颜姐，我会让他知道少年不可欺。恭喜父王，不日便可登基成君。为父本想着，若柳红颜不答应，就借宗老院施压。只不过咱们这位国君啊，到底鲁莽冲动，只怕到时只会懊悔今日的决定。柳红颜真是惺惺作态，谁都知道罗烈从不修武，连武道门槛都没跨入。想要通过霸王试炼前3关，至少得到炼体6级，这可能吗？他分明是不想让自己背上愧对功臣之后的骂名。话虽如此，也不可掉以轻心，该做的准备还是得做。遵命，父皇。罗烈一败，南离王的位置就是小王爷您的了，到时候可别忘了人家哦。你对罗烈就一点不动心？小王爷可真会打趣。至于罗烈，也就上时和他多说个几句话，他便生了自作多情的主意。更何况整个北水国，大家都知道小王爷是第1少年高手呢。罗烈得输个底儿掉了。霸王试炼是曾经北水国1代霸王所留。当年的霸王凭一己之力，就让北水国位居800诸侯国最强前10之列。奈何霸王因伤病过重，英年早逝，没能找到合适的传人。哦，所以他设立了霸王试炼，可是仅仅3关就能成为霸王传人了。通过3关就算完成了试炼，但迄今为止200余年，没人能够闯进隐藏的第4关，获得霸王传承。
目前被盛传最有希望的就是玄龙王的独子重战元，他在北水国是绝对的少年第一人。哼，在没有结果之前，谁是赢家，一切都未可知。你真是变化太大，从前你不会说这样的话。冰宁，依你的判断，我目前的实力能去挑战第4关吗？一般来说要到炼体6级才可以，但是你例外，诸天龙象诀的炼体4级足矣。来吧，看来得抓紧突破了。喏，这是我珍藏多年的游龙珠，助你修炼。好。龙之为物，能挥能仗。这是什么？八法加持咒有助你修炼内力。罗烈，我为你护法。一开始就是这么刺激的。其中的劲，如我人为，我实为火，这海斗士应该就是水属性的。这是。什么情况？难不成出事了？罗烈，里面怎么了？冰流术，南离王府乌太来，参见赤龙阁罗少主。哼，你说来自哪里？好在游龙珠没有损毁，进出游龙珠需要神识术法辅助，否则必然会遭到破坏。你是怎么出来的？如果我说自己的左手有克杀神识术法的能力，听起来会显得荒唐吗？啊？所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那就来试试。冰灵术，攻！火球术，攻！啊，怎会如此？看这招！连线风动，攻！冰宁，这种程度于我而言像刮痧一样没感觉。冰宁，你没事吧？我相信了，你的左手确实有克杀神识术法的能力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你不愿说就罢了，今日之事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。谢谢你，冰宁。
罗烈，你会不会责怪红颜擅自做主，让你参加霸王试炼？无妨，我明白他的苦心。当初红颜成为国君时，朝堂之上就有诸多非议，尤其是玄龙王，他仗着自己位高权重，三番五次当着众臣的面挑衅，红颜有苦难言。只因他得护着你，护着南离王府。我日日伴在他身旁，只恨自己不够强大，无法替他分忧解难。你可是北水国第一神师，不过是仗着红颜的身份地位，白白担着一个名头，所以我得变得更强大，为了红颜，也为了你。我一定会闯过试炼，为红颜姐出口恶气，好好杀一杀那老贼的威风。我相信你。陛下万岁！平身。参见陛下。平身。北水国以武立国，早有南离王为国征战，陛下赫赫战功，为国之利人。然玄龙王以南离王独子自幼不习武道为由，数次进谏，意欲让本君废除罗列南离王继任者身份。玄龙王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本君念及南离王劳苦功高，实不忍心。今日开启霸王试炼，如能闯过试炼前3关，罗烈继任为北水国新任南离王。且慢，本王得知，有资格继承南离王之位的，可不止罗烈一人。罗赤行，他是谁？赤龙阁少主，能排进北水国少年高手前3。玄龙王这是何意？此人并非诸侯王族之列。南离王故去前曾留下遗信一封，提及自己另一个后代身份。此事是时候公之于天下了。玄，回禀陛下，确有此事。遗信是南离老王爷亲笔所写，多年来一直由老臣亲手保管。乌太来，别忘了你可是南离王府的大管家。老臣不敢忘。一个私生子跟我这嫡系竞逐南离王继承权，玄龙王觉得合适吗？本王得为这孩子讨个公道。今日就让罗烈与罗赤行同时进行霸王试炼，胜出者即为南离王。陛下可有异议？既然玄龙王苦心钻营，我岂有不成全的道理？时辰不早了，本王宣布，霸王试炼开始。你说来自哪里？禀少主，老臣为北水国南离王府管事，此行来玄冥国是有要事相谈。不谈，我这里不欢迎南离王府的任何人。送客。现下那2大异姓王之位空缺其一，亏去者不乏其数啊。南离王那老家伙对本少不闻不问10余载，如今腿一蹬眼一闭，放什么马后炮？本少不感兴趣。哼，就不怕我坐上那位子之后，对你府上上下下赶尽杀绝？老臣并无他想。若罗少主实在不愿这南离王之位，怕是要便宜那个长子。
落到一个毫无根基的废物头上了。谁？哈，说起来我倒是忘了，这么多年，我这位兄长倒是活得很是滋润呢。应我主玄龙王的计划，半个月后将召开霸王试炼，如能击败罗烈，是未来北水国的江山。我只想让罗烈尝尝流离失所的滋味儿。少主，烈夫人到。孩儿见过母亲。见过烈夫人。是。母亲，你忍气吞声多年，终于等到了雪耻的机会。孩儿决定前往北水国参加霸王试炼。此行去拿回本属于你的东西。去吧。兄长，别来无恙。希望你等会儿还能笑得这么灿烂。怎么回事？这小王爷还真的有四下习武？没道理啊！难道这几年一直都是装过来的？罗烈所在通道的金狼数量，显然比罗志行的多1倍。玄龙王，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罗志行不比罗烈，自小未能在南离王身边长大，也得不到父亲的全力栽培，所以本王特意安排，一为公平，二也能体现罗烈的实力。哼，他会没事的。父王，就放心吧。就算他能抵得住金朗的攻击。是吧？卑鄙无耻！还好之前在游龙珠内进行了预演，否则真在小阴沟里翻了船。玄龙王并不知晓，罗烈修的是诸天龙象诀，炼体3级。即可寒气不尽，百毒不侵。罗烈，还活着吗？别成了兽口下的美餐啊！放心，我骨头硬得很，只怕狼牙不够锋利。没想到罗烈这小子藏得还挺深啊！玄龙王，
看来你的特意安排并不怎么奏效。确实是很让本王意外，不过这才第1关，陛下稍安勿躁，静观其变即可。避无可避，全引剑了！罗烈想要继任南离王，就得拿出服众的实力，否则就只能成为又一个死在霸王试炼中的无能败者。红颜解留眼剑，将这霸王剑传授于我。还真印证了罗烈的那句话：少年不可欺。终于到第3关了，这霸王试炼着实歹毒。这就是冰宁说的蓝银机关人，颜色不对啊，怎么是金色的？好厚的鸡皮疙瘩！玄龙王，你未经本君同意，擅自将蓝银机关人替换成3个玄金机关人，是要将罗烈置于死地，用心未免太过险恶。父王说过，罗烈得南离王栽培，罗志行却没有，那就必须给罗烈加强通关难度才算公平啊！放肆！你眼里可还有本君？本王问心无愧。罗烈已于昨日突破炼体4级。诸天龙象诀炼体4级，铜皮铁骨，击石如粉。打又打不动，甩也甩不脱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好险，差点把他开了花。如果用一个足够硬的东西，就能将他们卡住。哼，我找到破纸之法了。差不多了。大功告成。足够硬的东西。你们自己不就是了？后会无期。罗烈，你怎么没动静了？不会命丧刀下了吧？你也太慢了，我先行一步。南离王唯一继承人依旧是罗烈。玄龙王，这次的赌约本君赢。哼，罗志行的目标可不仅仅是前3关。慢一点怎么了？若是闯过第4关，他就是霸王的传承人。
父王，那罗列，他往第4关去了。啊，我不是已经离开第3关了吗？奇了怪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冰宁有提过，100年来，无人知晓霸王试炼第4关，大概都止步于此。难道，如果是幻术，这属于神师术法的范畴？哼，那么就由我来破制。圣祖左手克杀一切神师术法，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一步，浪费这些时间？入得此门，即可得无传承，终身为北水国效力。为何后退？无论来者何人，即便以窃取无知所留，都将被强行接受传承，为北水国君主驱使。入得此门，你的命运已定。我听闻第4关入口的神师术法可使人肝胆俱裂，恐怕小王爷就算有命出来，也活不了多久。这么说来，未来的南离王是个短命鬼。无社稷唯有少年前来试炼，就是使之无力抗拒。即使你强行让我传承，我也不愿接受如此蛮横的思想禁锢。世人皆知，得无传承者，即使终生为北水国君主驱使，也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不在乎，你是北水国一代霸主，我该明白，自由才是作为人最大的立命之本。拥有无上的实力，才能拥有绝对的自由。年轻人，放下你的执念。哼，还以为你的觉悟能有多高，不过是私心作祟，想找个傀儡而已。放肆！想要抗拒传承，就得有足够的底气。接受无知传承，继承无知记忆，永生永世，驰于龙鸟，你将成为下一代北水国霸王。不，你休想侵蚀我的意志！放弃挣扎，放弃恐惧，直面你光明璀璨的未来吧！妈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这是好熟悉。什么？怎么会？居然能够！够了，你给我退下！差点就完蛋了。没想到霸王传承居然想将人洗脑。即使我相信柳红颜，也不可能永远留在北水国。啊？那是什么？
这块令牌，应该就是象征身份的霸王令了，先收着。这个像是书籍中记载的妖环，现在用不上。啊？哇，这个珠子看起来挺不错，不知有何妙用。信不辱命，罗烈成功闯破霸王试炼所有关卡。玄龙王是否要验证一下呀？哼，要继承双王爵位，至少要达到天星境。你不过炼体境而已，若在进阶期间丧命，那就可惜了。依照霸王遗愿，闯过4关得霸王令者，即可继承霸王之位。罗烈更是不负众望，守住南离王继承权。本君在此宣布，罗烈是北水国史上第1位名副其实的双王继承人。恭贺北水国双王！恭贺北水国双王！王爷救我！王爷救我！小王爷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南离王府，那份血书也是真的，求小王爷明鉴呐！你作为王府大管家，老王爷唯一秘密的重要知情者，可不能出半点差池。足球生，臣在，请小王爷吩咐。在府内单独安排一个房间供大管家居住，每日3餐照常配送。除了保障他的安全外，不准任何人和他见面，看守之人也不准与其说话。遵命。谢过小王爷，谢过小王爷不杀之恩，谢过小王爷。玄龙王，本君念在罗烈成为双王的喜事上，暂且不追究你耍的手段，若有下次，定会按照国法处置。至于罗赤行，非北水国人，即刻驱逐回玄冥国。哼，陛下英明。罗烈，恭喜你！也多亏冰宁你之前的帮助。怎么回事？霸王留下的宝物呢？你晚了一步，第4关已经被我攻破了。不可能，罗烈，我会让你亲眼看这失去一切的滋味。我已经命人打理好霸王宫，择日就可以移居过去，也方便你修炼。红颜姐，好意我心领了。不过南离王府住惯了，在这里更自在一些。况且霸王宫有点远，若是我想去见你和冰宁，也不方便。也好，那我派人将宫里的赏赐送到府里吧。谢过红颜姐。对了，我在第4关里获取了遗物，不知有何用途。这是大势之珠，霸王在临终前将自己对天地大势的领悟尽数灌入珠子内，供后人领悟，算是武道修炼的捷径。天地大势，修行者广览山川大河、日月星辰，可感悟不同的天地大势，但需要非常超卓的悟性与机缘。若是能够将势加持在自身武学之上，则可为己所用。竟如此神奇，看来这回捡到宝贝了。这是你应得的，努力自然会得到相应的回报。好甜呐！什么？我是说，红颜姐你做的糕点好甜呐。心情好，随手试试罢了。若是你喜欢，下次做点新口味给你尝尝。红颜姐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那得是一个精彩的故事。传闻，
在很久之前，有一对书生，他们一起在山上拜师求学。二人能打破世俗观念，轰轰烈烈的相爱，最终化为一双蝶比翼而去，也算是圆了二人生前未成家侣的遗憾。是啊，世俗和身份地位，终究挡不住真心相爱的人。这个故事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哎，时间好快啊，已经傍晚了。哦，对了，宫中还有一些政务需要处理。好，那我送你们。红颜，你怎么看罗烈的变化？既然谁也逃脱不了命运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该死！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知错了。下去吧。谢王爷。晦气！父王，这次惊醒柳红颜被他摆了一道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呀？你错了，给柳红颜机会的是罗烈。我们一直以为他是个从不修炼武道的废物，但不曾想为了对付我们，他隐忍这么多年。这份心机，你做得到吗？我是儿臣疏忽了。如果柳红颜足够聪明，她下一步不会从朝堂入手，削弱我们的力量。我好像进来了，不过什么也看不到啊。难道是我拒绝了霸王传承，大势之主不肯接纳我吗？看来得登上山顶看看了。父王的意思是，他要整肃军队中我们安插的眼线。老南离王临死前将军权交给柳红颜，说白了，不过是让柳红颜暂时保管而已。等他儿子大了，自然要归还。军队里早就有风声传出，柳红颜独揽军权，削弱老南离王的势力。父王，我有一计，既能对付罗烈，还能重创柳红颜。父王可还记得2年前孩儿外出历练，救下过一个人，名为高闯。
办了。回家之路，亦或是混迹朝野，只有足够强大的人，才能选择自己的将来。我是要到达那山巅。得本王传承，岂能窃取本王之事？小小之辈，还不退让！妄图毁我成名行径，阻我去路，定是断我成圣之希望。这般举动才是小人，不让你如愿。尔等小辈，口出狂言！山之势高旷磅礴。巍峨壮阔，绵延千里，人心远不可及。但勇者无惧，即可攀至巅峰，看天下万物。天地大势之山势，我已领悟。自此之后，炼体之内同境界，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。吴总管，您还是吃点吧，别闹出人命啊！只要让我见小王爷，我的那些古玩收藏，你俩随便挑。忘了告诉您了，小王爷交代过，将您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砸了，反正以后看不见也用不着了。今晚厨房做了红烧肉，去晚了可就吃不着了。那可等什么呀？走。乌管家，玄龙王让我给您带句话。好，终于来了。没想到几日不见，你已经突破炼体5级了。今日在大势之珠中进行修炼，着实令我受益匪浅。这是老王爷的遗物，他曾嘱咐我，若你修武，便交予你；反之，就不必给你徒增麻烦了。毕竟，这张弓不是普通的武器。老王爷，我爹擅长用弓？不，这是他20多年前无意中得到的珍贵宝器，名为玄冥弓。但他在这方面实在有心无力，便将此弓封存，再无旁人知晓。谢谢，我会好好保管的。这第2份礼物才是我给你准备的。拿好。这是通灵玉璧。红颜让你拿这个来找我？是的，他说这叫通灵玉璧，此物有何特殊之处？这是高级通灵玉璧，唯有四海龙族出产这个，不知道红颜从哪儿弄来的。哟，稀罕东西啊！这通灵玉璧作用很独特。得搭配混沌龙器才能使用。
那，你把它附着在通灵玉璧之上，只需1点，便能由此进入龙灵幻界了。看来这又是一个可以进出的空间。龙灵幻界？难不成里面真的有龙？有，幻界内归属于龙族的领域，由他们的人圈圈管辖，权势很大，你可千万小心啊，别招惹到龙族人。好，我会低调行事。那我出发了。啊，忘了告诉你，玉璧会自带一层化形术，进去之后你的样子就不一样了。好像也不用担心。这是面具！我的天，衣服都换了，这也太神奇了！瞧这款式，是不是红颜姐帮我准备的？谁的衣服呀？真好看！这什么呀？低调低调，先四处逛逛。后面那个人，这小子什么来头？天晓得，这地方什么人都有。别看了，悠着点。很浮夸吗？不至于吧？多戴着面具不是？哼，好大的胆子！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哼，当然！你竟然敢把龙纹绣在裤裆上，这可是重罪！龙族人啊！诸位有所误解啊，这并非龙纹，是鲤鱼，是我国独有的长条形鲤鱼纹饰。鲤鱼？哼哼，那也不行。好歹也算是与我龙族同族同种，没听说过鱼跃龙门即成龙吗？在下初来乍到，如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我让你走了吗？看来诸位是存心要找我茬了。你这块通灵玉璧可是我给的。哦，这块玉璧乃是我姐赠你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当本公主是什么人？我乃四海龙族三公主龙嫣然。为了让你能进入龙灵幻界，柳红颜低声下气的来求我，结果居然进来个怂包。可惜他在我面前下跪时，我还动了恻隐之心呢。本想低调一些，看来实在是忍不下去了。就凭你，本公主给你一个机会，真龙斗场1对1。好，奉陪到底。哇，是龙三公主！快看快看，跟她对战的是谁啊？什么来路啊？又是谁得罪你这宝贝徒儿了？嫣然打小就这性子，不过嘛，身为龙族王室，这点血性肯定是有的。报上名来，本公主不占无名之辈。那你听好，我叫龙在当下。啊，太狂了！他敢侮辱龙族，找死！龙三公主呢？被打败了。龙三公主可是真龙，怎么可能会被一拳打爆呢？真的，那人压根就没用过武技。真龙斗场第1局，胜者龙在当下，1战1胜0负。才战第1局，嫣然大意了，再战
他必败。哦，我倒是觉得此子一招之内击败三公主，不可小觑啊！我龙族武技是何等强悍，岂是一个连真容都不敢示人的宵小之徒能比？不服气吗？休怪拳脚无眼！不堪一击，还在逞强？少废话，你不会术法，我已经摸透了。这一次就让你看点不一样。逆龙术，看你如何逃得了龙族秘术的禁锢。你以为我会呆着不动看你放大招吗？这就是我的斗龙尊王拳。真龙第7战场，胜者龙在当下，2战2胜0负。喂，第几局了？第8局了。龙三公主没输吧？她一次也没赢。啊，那是我开创的斗龙尊王拳，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？不是你龙族的人，怎会施展龙族的拳法？这拳法我只秘传给了嫣然一人。什么？真龙第7战场，胜者龙在当下，9战9胜0负。斗龙尊王拳不愧是龙族的武技，比霸王拳还要霸道。还不服输？身为龙族公主，我与你的对战，无畏自己。你是一个可敬的对手，我是真心的。你也不错，本公主为之前的狂言跟你道歉。我接受了，这是最后一局。第10局，即使有损修为，本公主也一定要打败你一次才甘心。宝剑，苏飞都去场，炼体5级，怕是遭不住。第10次，真龙场第7斗场，胜者龙在当下，10战10胜0负。出战者连续10场击败100场胜者之龙族，奖励命宫进龙血1瓶。哟，好东西啊！你们龙族倒也算爽快，我还想多要几瓶。你们谁继续出战？胃口倒是不小，也不怕活活撑死。我成全你即可，只要你能打败本公主指定的人选，我手里这瓶破碎境龙血就归你。我看上了，来吧。龙怒，好好招呼他。啊，龙怒是那个271战连胜的龙怒，这回有好戏看了。若我打败他，就请三公主将那瓶破碎境龙血赐给我。好，
如果他能够跪地求饶，主动认输，本公主送你3瓶都行。那么，公主就请准备好了。希望你是个值得一战的对手。放心，我从不让人失望。让你见识一下龙族技暴龙拳。如果若同境界，10拳之内必输无疑。龙族的尊严，这场战斗我必须获胜！你凭什么？这个年轻人居然借着龙怒的气势，将斗龙尊王拳冲上1境级。斗海兄，要不要擦擦嘴角的血啊？红颜姐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既然谁也逃脱不了命运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红颜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哦，萝莉进入龙鳞幻剑有段时间了，就过来看看。她还没有出来。红颜，有件事情，我不知该不该问。何事？那块通灵玉璧并非凡品，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龙三公主。当年的事不是那么容易放下的，她与你彻底交恶，怎会？无妨，交换了一些东西吧。为了罗列吗？不是为了罗列，是为了北水国。可是我看得出来，她那么努力变强，是为了你。没想到，你的身体居然强韧到如此程度。你也不赖。龙族最佳战斗状态是真龙本体，而非人形之态。方才三公主不敌你，并不见得你就真的击败了她。哦，我倒是挺想见一下真龙，看看是不是传说中那么抗纵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！天地大势之雷势！你怎么可能也领悟到天地大势？当然是凭真本事。以雷氏加持龙族真身之力，如何匹敌？山高我为峰，天地我至尊，双手扶日月，心头披我身。第7战场，胜者龙在当下，11战11胜0负。真料想不到，这个年轻人会有如此修为。怪物，这是哪里来的怪物？此战之后，
龙在当下这个名字，很快就会从龙灵幻界传到整个炎黄大陆。速去查清那个少年的真实身份，我们要抢在其他宗门前面。是。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他那么努力变强，是为了你。我有我的责任，罗烈也有他需要背负的东西。我可以是北水国的君主，是罗烈的义姐，是北水国百姓的寄托，却不能是柳红颜。但是罗烈只是罗烈，从来都不会轻易改变，你最清楚的。一年，罗烈不是从前那个怯弱的小孩子，他是北水国历史上第一个双王继承人，要担这个名头，是得付出代价的。红颜，你陷得太深了。罢了，我不想与你斗嘴争吵，但别忘了，我为君，你为臣。就这么放他走了？他的实力不得不让人佩服。哼，只是一个仗着自己有点天赋的毛头小子而已。老师是对他能领悟斗龙尊王拳耿耿于怀。哼，嫣然，你竟将一块高级通灵玉璧给了外族人。老师恐怕要失望了。我以起龙之誓言为代价，不向任何人透露龙在当下的真实身份。更不会透露是谁拿走了通灵玉璧。老师，凭您的阅历，该树敌还是结盟？您应该比我更有分寸。冰宁，罗烈，我暂时有事离开，切记不要让龙灵幻界知晓你的身份，也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在龙灵幻界中的名字，谨记。哼，原因不说我也知道了。方才苏秋生来过，称有要事禀告，他在正厅等你。小王爷，这是王都逍遥阁的腰牌。正是，我问过乌太来，他只说此腰牌整个北水国不超过5块。小王爷想知道，可以去问君主。哼，还卖关子啊！逍遥银龙令，他说的倒也没错。据我所知，逍遥阁明面上是拍卖搜集各国宝物的商铺，实际上他们暗中控制不少于20个诸侯国，每个地区都有他们设立的分部。这是将自己当地下君主了。不过乌太来能乐意将这宝贝献给我，不仅仅是这样吧？聪明，逍遥银龙令最大的作用就是保命，无论你得罪谁，哪怕是一个王国，他们都可以保你3年内性命无忧。既然如此，他自己为何不用？一滴破碎金龙血不是谁都能得到的。你这家伙能耐倒是挺大。那就好办了，取一滴龙血，滴在背面的旗花上，然后写下你的名字。成了，此令已认主，你可以通过它自由出入逍遥阁。时不我待，咱们这就去看看吧。里面还有部分龙血，算是你尽忠职守的奖励，收下吧。多谢小王爷赏赐。那个大管家如何处理？那就
如他所愿。二位贵客，如果有想要购买的宝物，直接将宝物上悬挂的木牌摘下就好。怎么了？我看到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。战争，惨烈的战争。啊！星角战象血，这瓶怕是已被严重污染，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了。无妨，我想买下来。现在它是您的了。二宗老，英宁姑娘也在，那正好。小王爷于半日前杀了我宗老院一女子，本宗老亲自前来，就是要将她押送炼妖狱审问。二宗老弄错了吧？半日前我与罗烈都在逍遥阁内，他何曾干过此等恶劣之事？我以逍遥银龙令持有者的身份，向逍遥阁寻求帮助，可否？犯了重罪，还妄想用一块破牌子逃脱，你还将宗老院放在眼里吗？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！行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跟二宗老走一趟。好给自己还个清白。不可！放心，子虚乌有的事情，亮他们也不敢怎么样。林宁姑娘，身为罗烈的朋友，也得委屈你了。禁气咒，凤。惯例行事罢了，两位跟我们走吧。那里被封住了，二宗老的侍卫里，竟然有神师级别的高手。到了。本院自会通知国君，尽快查出个结果。此事是宗老院抓错了人，我日后定会参上一本。怪不得叫炼妖狱，这么冷，妖活下来都费劲，更何况是人。宗老院这些人心也太黑了，一般非叛国罪是不入此炼狱的。放心吧，红叶姐很快就会知道消息，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搭救。我俩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就好。也对，你的左手能解开身上的禁气咒吗？我试试。奇怪。罢了，这禁气咒是从内向外遏制住了内力之源，十分特殊。有戏！
这破门也太厚了，不用霸王拳没法打开。狱中奇寒无比，久坐就起不来了。对，他们不就想让我们俩冻死在这里吗？干嘛随他们的愿？前面道路深邃，连通雪山，或许有别的出路。走，我们不能干等着。恭喜战元兄心愿得成，除掉一枚眼中之钉啊！还得多谢高兄助力，否则二宗老也不会这么容易将罗烈带走。哪里的话，当初要不是战元兄出手相救，高某现在也只是一具尸首，哪有如今的风光啊！高兄，这次帮我，对逍遥阁影响不小吧？战元兄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这一次就算赔上逍遥阁的名声，也要帮助义父和战元兄除掉罗烈。咱们亲如一家，不计较这些。怎么了？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什么？我说不上来。到底是什么声音？兴许是风经过冰岩的摩擦声。总觉得源头就在前面。罗烈，炼妖狱既能关犯人，也能关大妖，早就如地府一般，什么牛鬼蛇神都有。你不能被迷惑心智，不然我俩就没命了。别担心，我还好，继续走吧。冰宁，还是不行。暖和点了吗？别再消耗自己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你了。我们自小一同长大，早就是一家人，这么说就见外了。都过了这么久，红颜姐还没来，恐怕她也凶多吉少。这次我们真要死在这儿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冰宁，冰宁，你醒醒！冰宁，冰宁。我错了，一开始我真以为是个误会，到现在才明白，他们想彻底除掉我们。早知道，我就该随身带一些能冲击血脉的药品，或许还能尝试解开禁气咒。冲击血脉？龙血可以吗？我这里还有。龙血只可辅助功法修炼，却不可内服，乃是剧毒之物。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罗烈，
玄龙王是两朝元老，国之栋梁，子嗣也可加官进爵，承袭你的位置。只可惜玄龙王似乎并不满足，你看上的是这个位置。陛下还是年轻，要知道成为一国之主并非是乐事，我更愿意当一个下棋的人。我解开禁气咒了。冰宁，冰宁，你醒醒！冰宁，你醒醒！冰宁，你可千万别死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醒了。没事的，我有丹药可以冬蛰，可把我俩数月生气也给你服下了。你真是吓死我了！我这就帮你解开禁气咒。继续走吧，我们找个合适的地方，打通前往外面的路。你刚苏醒，不要勉强自己。那声音又来了。我们的内力已经恢复了，不如就循着声音找找。你苦心经营宗老院多年，王军中安插了不知多少眼线，现在又试图除掉我的左膀右臂，桩桩件件均在你的计划之内。不错，可我唯独漏算了的是，陛下和罗烈都很能隐忍。那日半途截杀的刺客，也是你安排的人吗？如今知道也不算晚，那是本王的13黑鹰卫。啊，没路了！从那边传来，你看。这条锁链另一端被冻进冰墙中，看来曾有人试图打破它，另择捷径。看样子是走在路上，抵不住严寒而死，所以锁链被冻住。太硬了，这冰墙冻得过于结实，靠蛮力真是举步维艰。古籍中曾记载，有一些宝物可释放3昧真火，融化万年寒冰。宝物？对了，通灵玉璧。我现在解开了禁气咒，可以用通灵玉璧去往龙鳞幻剑。走，我们一起。此物已认主，只能供你自己使用，无妨。我留在此处等你。那我速去速回。这瓶留给你，龙血的温热也能维持一段时间。
公子，不知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？我找你们长老啊。我们长老有要事，暂时分不开身。行啊，看来你们逍遥阁也并不在乎名声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算了。小友找我。这是我们逍遥阁7长老。那我就直说了。前些时日，我外出历练，撞见一桩趣事，本来没放在心上，今日听闻此事闹得挺大，如果不妥善处理，恐怕循规蹈矩的逍遥阁就得遭人非议了。看此人的装束，是前些日子在真龙斗场大胜龙族的龙在当下。小友但说无妨。心机倒是不少。如果小友所言属实，我保证逍遥阁会给出足够满意的答谢。既然7长老这么有诚意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前几日我外出历练，正巧撞见一少年手持逍遥银龙令求助，结果被人掰碎了。此事所在何地？就在你们逍遥阁北水分部。万万没想到吧？逍遥阁号称可保持令者3年性命无忧，可这少年非但没得到庇护，还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绑走。你说是不是件趣事？马上去查。多谢小友提醒，让我们有机会挽回声誉。作为答谢，小友有何需求，尽管提出。我修炼需要一种火属性之强的宝器，你们这儿有没有？此物名为3昧真火珠，烈性极大，不知小友可否满意？行，就它了。刘兄，区区一个逍遥银龙令的事情，何必你亲自出马，横跨100万里之遥呢？我在乎的是，龙在当下居然在北水国都现身，这个线索岂能断了？哦，刘兄这是有意招揽。不只是我们，那日与龙族一战，至少10家能影响到大陆格局的势力，都想查出此人的真实身份。我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。龙在当下称自己只是路过偶遇此事，可是我却不这么认为。七妹有何见解？我推测，龙在当下就是那个被绑走的少年。啊！迟则生变，我们得加快了。你回来了，他们没有起疑吧？放心，我只说自己游历到北水国王都，见到此事而已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到了，那个声音的源头就是从这里发出的。那是……怎么了？有一股很强的力量，试图动摇我的精神力。好像兵团里面有什么东西。
朝中言官曾上奏谏言，劝诫我养虎为患。我念及老南离王刚刚离世，不想让北水国再生异术，才一味放纵你到现在。今日就让本君亲手了结你这个祸患！禁卫军听令，绞杀逆贼！黑白球，这不就是熊猫？是谁擅闯寒冰竹林，扰人清梦？好生强悍的实力，这怕不是上古妖兽，普通手段降服不了他。那怎么办？三角战象血可以一试。可那边大部分都被污染。我来提炼，你拖住他。好。巨野术变。毁我口粮，绝不能忍！这家伙对视不小。糟糕！连旋风动，罗莉，成了。好，我来吸收。我帮你拖住他。护体令，冷月诀，好强大的妖兽！再来，再来！不好！是行者！
6级，我生虚殿，第8山西。天赐，你长眠吧，将来有人会唤醒你，他必定代表整个人族的未来，死战魔族，永不退却。原来是你！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也不认识你。我叫半天刺，曾是人族身边最骁勇善战的神兽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在炼妖域沉睡1000年，就是在等你。别扯！我只是个普通人，和你的相遇完全只是巧合。你是人族未来的大英雄。可笑，我甚至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可是，人族明明说过，将来唤醒我的人会继他之后扛起大旗，与魔族对抗，永不退却。我不是他，我要找的那个人，他早已经死了。罗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你认识的那个罗烈。别怕，别出声。姐！小事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这点危险不足为惧。你之前可是一直很木讷的。在没有结果之前，谁是赢家，一切都未可知。你真是变化太大，从前你不会说这样的话。原来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个罗烈，他已经不在了。对不起，我不配做什么大英雄，就像这次害你陷入险境。我保护不了你，更保护不了其他人。我只想活着，我想回家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不管来自何处，是什么身份，你都是罗烈。别担心，我会帮你回到属于你的世界。谢谢。哎，那我呢？玄龙王的修为又精进，
是陛下忙于日理万机，固步自封了。今日之变，不知要流多少人的血。哼，下棋的人怎会在意棋子的死活？陛下怕是忘了，罗烈和神师还关在炼妖狱里，他们怕是撑不了多久。陛下不如早点撤兵，兴许还能见上他们一面。降龙王这是和我谈条件呢，可惜我生平最讨厌被人威胁。莫非本王高估了你们的情谊？原来他们也是你的棋子吗？哦，是弃子。继续进攻，死守王城！战元兄，罗烈与雪冰凝被关进去这些时候，恐怕早就变成2块冰人了。何苦你再跑一趟呢？当然是来看笑话的。我也很想看看他在我面前还能不能嘴硬。怎么是你们？你们没死？哼，让你失望了。难道是你身怀异宝，可抵抗炼妖狱的阴寒？崇祯元，你竟敢私通逍遥阁，借刀杀人！今日之事，必定你们谋反之罪。无所谓，反正你们也是将死之人嘛。兄长，我俩的恩怨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。想杀他，先过我这关。解开了禁忌咒，哼，鬼域技能。罗烈，还有何能耐嚣张？双动术，战！不愧是北水国第一神师，但今日谁也救不了罗烈。痴心妄想！以为你有多强？不过如此。打算给我原地立飞？你不配！高闯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战元兄，这和当初咱们商量的不一样。这不是明哲保身的时候。若是他俩逃了，逍遥阁的罪名告上就有你的名字。寒霜冰域，该死！天诛流星！哼，解决了一个。冰凝。
件事，你们都得付出代价。罗烈，该是你跪地求饶。小兄弟，且慢。逍遥阁，弟子高超，见过七长老。哼，违背逍遥阁宗旨，假公济私，废除长士身份，押往主阁候审。弟子知错，弟子知错。听闻北水国突发事端，牵连甚广，老夫代表逍遥阁特来主持公道。小友，不如将这位姑娘安置于马车中，可好？多谢七长老。此子不卑不亢，倒是与那龙在当下颇有几分神似。这块逍遥金龙链送给小王爷作为补偿，可提出3个要求，老夫都可为你做主。用这个提要求，七长老都能答应？正是，持令牌者即代表逍遥阁所护之人，不容辱没。第1个要求，废除宗老院，让这些为玄龙王马首是瞻的人，统统滚出北水国。北水国宗老院亲贵，依仗权势，口揭人命，废除宗亲身份，逐出北水国。如有违背者，杀无赦。第2个要求，由我亲手处决崇战元和罗赤行。罗烈，你休要欺人太甚！我可是玄冥国烈家子嗣，岂是你说动就能动的？就非动不可。如何？虽然里面极寒无比，但我还是捕捉到一丝3昧真火珠的气息。龙在当下，看来罗烈就是此人了。休伤我儿！娘！罗烈，亮你再厉害，也不敢对玄冥国位居前2的大家族动手。玄冥国烈家烈红云见过七长老。烈夫人前来，若是为儿子求情的话，恐怕只是徒劳。不，红云只想与罗烈谈谈。罗烈，多年未见，我却还记得你尚在襁褓中的样子。你的名字由我的姓氏所起，是希望你们兄弟2人能够互敬互爱。你父王生前交代我，无论赤行犯下何等大错，要求你至少饶他3次性命。罗烈，你可以不听我娘的，可不能不顾老南离王的遗愿。七长老，我以金龙持令者身份要求执行。且慢！我以3枚逍遥银龙令持有者身份提出要求：一、免除我儿崇战元与罗少阁主在此事中的一切过错；二、废除罗烈的王族身份，逐出北水国。什么？啊？他竟有3枚银龙令？你以为凭此能救得了他们？为何不可？3枚银龙令与1枚金龙令等效，要求同样的待遇。
逍遥阁的规矩，老夫也不便违背。你与冰宁在炼阳域待了许久，需要调理养伤。多谢关心，不必。冰宁昏迷不醒，你总要替他多考虑。陛下，我与冰宁的性命和你要做的事情比起来微不足道，所以你没必要以替我们考虑为由息事宁人。今天的事情，我压根也没打算给自己留活路，不为别的，单单是冰宁陪我涉险又被重伤，这个公道我替他讨。哼，小子还有何能耐？第3个要求，旁人或许罪不至此，但唯独你不行。程占元，我要与你来一场1对1的生死决斗。好胆！我堂堂北水国少年第1人，还是第1次被这样挑衅。我以双王之位做赌注，你若赢，你就拥有双王之位继承权。我可以同意，但这必须得是一场复刀战。哼！3个要求已实现，逍遥银龙令作废。怕的话，说句大爷饶我。可笑！看来，重战元确实比罗烈强一些。这几招下来，罗烈应对的很是辛苦。未必，目前为止，他并没有使出全力。你的意思是，罗烈在等待时机？罗烈，这次送你去见老南离王。你想利用龙臂上的尖刀伤我，趁机取我性命，可惜预算我没有打响。哼，倒是冤枉我了，只是为了让你插翅难逃。若是不借助复刀战，你连让我受伤的资格都没有。现在只要罗烈使用山式回击，便能彻底确定他的身份。
向任何人透露你在龙鳞幻界中的名字，谨记。天地大势之术士，罗烈，不如之势，无坚不摧。不愧是北水国少年第一人，果然不负盛名。天地大势对修武者悟性要求极高，钟战云不过10几岁，竟有这种修为。罗烈，来呀！天地大势已出，你还有何能耐与我为敌？或许真是我俩猜错了，罗烈不是龙在当下。若真的错了，又如何解释炼妖域内3枚真火珠的气息？打，狠狠的打！我只想看看他的骨头能硬到什么程度。赤儿，他毕竟是你的亲兄弟。复刀战可是生死契约，就算我今天将你就地正法，北水国也无一人能问责于我。北水国2大一星王本该携手辅佐君主，与外敌安民心，可你们父子却一再篡权夺势，遗收百姓。陶爷本就是腥风血雨，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们千不该，万不该伤害到我的亲人。之水，填上来！怎么会这样？他居然不是龙在当下，怎么可能不是？水势怎么不是山势？水之势，波澜壮阔，轻盈浩荡，就是为了冲刷你们这些人的肮脏。罗烈，必取你性命，谁也保不住你！杀重战元的是你的野心，若真在乎儿子的生死，就不会让他走上和你一样的路。因为听令，绞杀罗烈。是。齐长老，这是本王的私事，你也要管？老夫也是按照约定办事，复刀之战，胜负自有定论。那就别怪本王不留情面了。玄龙王，你儿子都没本事杀他，更何况你这个老匹夫！
水火不侵、铜墙铁壁的身体，岂是你能撼动的？可你明明……不做做样子，怎么让程战元轻敌呢？世儿，世儿，罗烈，你残害兽族，你父王在九泉之下会死不瞑目。如果他还在，也断不会对罗赤行置亲兄于死地的做法网开一面。玄龙王，就此收手，本眷还能留你个全尸。那我得多谢陛下开恩了。哼，祈祷师为少主报仇。是。够了！齐长老，今日罗烈必然要以命相抵，谁也拦不住。我一人或许不行，但我代表的是逍遥阁，难道玄龙王要与整个逍遥阁作对不成？即刻将罗烈逐出北水国，斧刀战的伤亡，双方不可追究。好，罗烈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小王爷，此举也实属无奈。玄龙王一心要取你性命，为今之计，只有你离开北水国，对你，对冰凝姑娘都是好事。谢过七长老。冰凝，她好像伤得很重。她的伤，除了炼妖玉的苦寒，似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，怕是会陷入长时间的昏厥，无法醒来。七长老可有法子？金兰国国师杀千里，术法精妙，对于奇诡难解之事颇有造诣。小王爷不如即刻启程，前往金兰国寻他一试。七长老对我有恩，日后有任何麻烦，只需一句话，我罗烈必将倾尽全力相助。小王爷一路保重，后会有期。保重。黄图霸业是在血雨腥风中诞生的，情谊在权位争夺中是那么的浅薄如纸。成功的路上留一份纯真，总是好的。这边看看，这边看看，便宜卖了。啊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看看又不会怎么样。这一路上你试了这么多次，有一次成功的吗？
没有。治不好你瞎检查什么？他明显是受了很重的寒气，还遭到了某种东西的反噬造成的昏迷，但还是太低级，我治不了。连低级的都治不了，高级的还能治啊？喂，你可别看不起我呀！越高级越能治。哼，你就吹吧。小笨熊，你找打！嘿嘿，怎么样？我治好了吧？是不是比之前更加灵活有力呢？切，我可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姓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半吊子，是很不纯正的神师。我很纯的呀，我还是处男，是处雄。恭迎小王爷，国师早已有过吩咐，请小王爷随我前来。请小王爷稍等片刻，国师即刻就到。有劳。久闻小王爷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非凡。若非情况紧急，实在不愿叨扰国师，还望见谅。七长老已经将情况告知。对于小王爷与姑娘的遭遇，我深表同情。国师，我说不来那些弯弯绕绕的话，只求给句准话，是不是能治好冰宁？情况不妙吗？要治好冰宁姑娘的办法倒是有，就看小王爷心有多诚。他为了助我，毫无保留，只要我能办到，也必将全力以赴。虽初次相识，便知小王爷是个奇人。这件事非你莫属。何事？不急。此行舟车劳顿，冰宁姑娘还需调养一些时日。小王爷不妨在府中住下，我这便去准备明日所需的灵器。多谢国师。小王爷，该用晚膳了。有劳，放在门边就好。是。我以为到了这个世界会不一样，结果没什么区别。同样因为他人的过错，背井离乡。杀千里受人之托才肯帮我，只是我未必满足得了他的要求。到时候他若是不肯依你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国师，这些碧竹是我精心培育，汇聚日月精华的珍宝，若不是交情甚笃，轻易不是。劳烦国师了。小王爷太过客气了。
赤红仙滴是碧竹吸收日月精华后凝练出的露水。青蓝腹肌根，化！此玉名为安子玉，是我金兰国的国宝。此玉养人可助恢复。还不行吗？小王爷不要心急，术法已经解除，冰凝姑娘不日便会醒来。多谢国师亲力相救。不知您所询问的那件事情是？我希望小王爷能代表金兰国参加6国少年争霸赛。代表金兰国？我一个外族人，恐怕不合适吧？眼下，国内最出众的便是3王子与9王子。但是，这场比赛关系着2国间的国疆之争。金兰国虽有逍遥阁撑腰，但千山国也有梵天商会作保。为了保证双方利益都不受损，我们选择各退一步。若是参赛，我无法保证能拿到第1。栖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如果小王爷需要，我也可以帮你回到属于你的地方。我不太明白。小王爷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我。我会认真考虑。那就不然。冰凝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啊！啊，你终于醒了，要喝水吗？我这就去倒。让你担心了。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除了感觉有点累以外，都还好。炼妖玉之行，让你受苦了。红颜姐那边，我们是亲人啊，互相帮扶是应当的。不管如何，你都是罗烈。冰凝姑娘比我预想中醒来的更快。小王爷这下可以安心了，不过大病初愈，还需仔细调理。多谢国师出手相助。无妨，拔毛济事罢了。今日是月圆佳节，王子们会在云月山上大摆宴席，2位可去散散心。国师，之前所说之事，我答应你。来，这酒好啊，这酒不知道红颜怎么样了？你不埋怨他当时见死不救？没有肯定是假的，可是结果已定，过于纠结，不过是徒增烦恼罢了。这不是最近声名鹊起、北水弱国的小王爷罗烈吗？谁给你的胆子坐殿下的位置？哦，那你叫这位置一声
看他答不答应。哦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抱歉，我不感兴趣。你以为自己还在北水国吗？但凡识趣点，就主动将位置让出来。师兄，罗小王爷是贵客，如此对待，未免失了礼数。管他是谁，得罪九王子就是敌人。哼，有种就和我过两招，还是说温香软玉在怀就没了男子气概？哼，输了可别哭爹喊娘。今日是月圆佳节，放这美景不赏，岂不是浪费了？姑娘说的在理，九弟平时一张嘴就引经据典的，今天怎么哑了？唉，嗨，坐哪不是坐，还非得认准一个位子，难不成你的屁股更金贵些？哼，粗。不过，石醒龙说的也没错，作为代表金兰国的少年王，就得拿出真本事，不然啊，无法服众。比赛之时，我只顾比自己，亦不会对其他人发号施令。各位王子，自行安排便是。王兄有何妙计？我金兰国向来尊云岳山的古老桂树为国树，不如你我兄弟就借着拜月夜会，让月桂树决定谁是少年王。甚好，谁若能引发月桂树的意象，少年王身份就归谁。一言为定。王兄，请。这块至宝名为望舒石，乃是坠星打造，本王心悦已久，却求而不得。直到前几日，梵天商会的百里商长老亲自将宝物交于我手中。啊，望舒石乃天使啊！多少王公贵族花重金求取都未果，还是三王子人脉广啊！日升月横，朝朝之语，千峰同色，光耀银汉。龙吟月辉，是龙吟月辉啊！功力了得啊！今天的运气也太好了，明天就去金兰坊试试手。小弟如何？王兄厉害，小弟佩服，只能尽力一试了。金灵桂花枝，王兄好眼力啊！前几日所得宝物，听闻最容易引发拜月异象，还得多谢王兄给这个机会。日升月横，朝朝之语，千峰同色，光耀银汉。一龙向月，10年难遇的奇景啊！天哪，我看到了龙！九王子为国霸气，属下自愧不如。金兰国有九王子，是国之大幸，民之所向。你们尚且年轻，勤苦修炼，自会更胜一筹，不比他人。年龄到了，想提提修为都难于登天。哼！殿下，王兄别急着走呀。小弟是这次拜月夜会的主人，理应要亲自送你下山才行，否则有失礼节。
小丽，把月饼切了，再泡一壶菊花茶。就知道指使儿子，自己泡茶去。我再洗点水果。妈，桌子我已经摆好了。老婆，这块月饼，小丽自己拿。就是得这样，一家团团圆圆，才叫过中秋啊！涅槃月滴，传说居然是真的。即便是先天无法修武的人得到，也能涅槃重生，获得非常体质，成就无漏金身。如此宝物，我要定了。炼体八级，吐气若苍龙迎啸，身动如战象奔腾。罗烈，你突破了。炼体八级。罗小王爷，自古英雄相惜，我不允你争那少年王的身份，只求重金买下涅槃月滴。冰宁，时间不早了，回吧。涅槃月滴本就是我金兰国桂树所出，何须买下？罗烈，交出涅槃月滴！月圆佳节，我不愿起争执，让开。如果没有我和王兄分别引发异象，你能得到宝物？不交出来，就别想全身而退。我现在才知道，金兰国所谓的以礼相待，竟然是无理取闹的礼。姑娘与其阴阳怪气的指责，不如劝劝小王爷，让他认清形势。我决定的事情，没人能改变。敬你们贵为金兰国王子，请自重。动手！狂妄！有失礼数，我海寒，冷月斩！动手！剑影术，攻！在下不才，早就想会会北水国第一神士，二位可否行个方便？请便。多谢成全。
倒是有些本事。我修炼的可是洛阳退凡诀，至今没人能在10合之内击败我。哼，不过如此。空心术，一体术，分。人呢？你们太弱了。姑娘，是否需要稍作歇息？在下愿意耐心等待。不用，雷鸣大阵。玉冲剪，明明已经治好了，怎么会？引雷诀！姨娘，无力，又得逞场。以孙老血！不动真格的，你还以为金兰国没有高手了？镇国武技，破碎金兰术。还有谁不服？我们走。国师，小王爷与那姑娘已从宴会回来，似乎不太顺利。不奇怪，两位王子原本就不好相处，他俩能全身而退，已经是幸运了。小王爷不仅引发九龙啸月的异象，还得到了涅槃月滴。哦，哼，近几日国师府可得热闹起来了。快接下战帖！出金兰国！快点！接下战帖！滚出去！快接下战帖！大清早的什么动静？接下战帖！滚出去！国师，实在对不住，扰了府内清静。无妨，很久没这么热闹过。拜月夜会上发生的事，可是举国闹得沸沸扬扬。唉，本来担任金兰少年王这名头就已经够引人瞩目了，涅槃月滴继续留在手里确实是个麻烦。听小王爷的意思，得到宝物，一点也不开心。有一个地方倒是能帮得上忙。怪不得梵天商会会有实力和逍遥阁抗衡，好东西不少啊！小王爷说对了，民间历来有北梵天南逍遥一说。梵天商会五长老百里商，
北水国罗烈。小王爷是否好奇，为何是本长老出面接待？这么说，五长老对涅槃月滴也有兴趣？涅槃月滴必成无漏金身，谁会不想要？哎，可是我来这里是要拍卖宝物的。小王爷，这里是梵天商会，是拍卖或者其他都由本长老说了算。我只拍卖。放心，拍品已经入档，若是出了意外，整个梵天商会都会赔个底朝天。哼。啊，这是大轮冥王印，当今圣上之下第一人的孔宣道宗，在破碎境时期开创的武技。这一块石碑是梵天商会的镇会至宝啊！既然事情已经办妥，我就静候百里长老的消息了。打扰国师了。冰凝姑娘，近来恢复的如何？我来正是想请教国师，不知国师可否解惑？赤红仙滴、秦岚负七根、安子玉3样宝物汇于一处，能够拔灾除邪，但也会令体内真气逆流，气血虚浮。原来只是治疗带来的影响，是我多虑了。冰凝姑娘，平日得多注意调息，尽量不要运气用功。多谢国师提醒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什么呀？那金兰国惊现了100年一遇的九龙奔月，涅槃月滴现世了。啥？此物在何人手上？挂在梵天商会拍卖呢。哇，真的！不愧是龙鳞幻境，消息如此灵通。这样一来，就不怕再有人来找我麻烦了。你哦，姑娘认得此物。这是圣祖命轮。没错。可是命轮不过是传说之物。圣祖正道以血肉之躯穿过能够连通时空的命轮，最终成神。命轮被圣祖族人保留，经由万世，最后下落不明。命轮失去下落，锻造图纸却留了下来。就算有图纸，也未必人人都能成功。命轮真的可以连通时空？我仔细研究过图纸，每个部件都蕴藏复杂流动的符文。我已完成将近一半的复刻工作，只是仅凭我一人，怕是无法维持所有符文同时运转。命轮的构成与机关造物有关，小女不才，曾粗略研究过一二。若国师不嫌我才疏学浅，我愿意倾力一试。国师，请让我协助您完成复刻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待完成后用命轮送罗烈回家。既然姑娘如此坚持，我答应你的请求。多谢冰凝姑娘出手相助。主人，
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蝶恋，一个愿意在旅途中留下一份纯真，一个重新能听懂心跳的人。我叫罗烈，一个四处飘荡的游子。此处别院我命名为游子阁，反正本就是为你准备的。离梦和醉柳以后就是你的侍女了。你在龙鳞幻界里筹备这些，就不怕玄龙王在北水国借机生事吗？你终究还是关心我的。复刀战后，玄龙王元气大伤，已经很久没有插手朝堂之事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。我只是做了我应当做的。今日我得到消息，玄龙王连同烈家抵达了金兰国，怕是图谋不轨，你要多加小心。游子阁中的石壁是由龙石打造而成，你可安心在此修炼。谢谢你，红颜。哦，听说对决的二人是2大门派内的大能啊，这可不得了。为点什么呢？是涅槃月帝，在金兰国的拜月夜会上现世了。能助武者修成无漏金身的涅槃月帝，涅槃月帝要开始了。3日了，自那天夫人离开后，主人就一直闭门不出。我上去看看。我的身体怎么会不受控制？这是气血逆流。主人，你怎么样？无妨，都怪我强行催动真气，休息片刻就好了。主人，刚收到消息，涅槃月帝的拍卖竟逐到了最后，有孔雀氏族和乌云仙道场的2位大能出价相当。根据规则，他们要对决一掌定归属。孔雀氏族，林梦，明白。我和醉柳去取玄灵镜。乌兄，许久不见，听闻你的修为又增进了。在下天赋不及孔姑娘，只有更努力一些。都知乌兄的仙流牵引法超然绝世，今日还请不吝赐教。多谢孔姑娘抬举，在下献丑了。这2位好强的内力。主人，方才我打探一番，得知右边那位是孔雀氏族孔宣道宗的后辈孔离，左边那位是乌云仙道场中排名前5的乌胜离。你们觉得谁的胜算更大？当今圣人之下，道宗有数10位之多，最强莫过于孔雀道宗孔宣，能与之一战的乌云仙道宗名列其一。2者弟子也曾斗争，孔雀氏族胜多负少，后有说法，乌云克星是孔家。不愧是红颜安排的人，见识非同一般。这招是乌云仙道宗在破碎境时开创的武技——仙流牵引法。
原来如此啊！那块石碑中缺失的部分，恰恰是这种心有众生、通达明彻的武道韵味。恭喜主人，心有所悟。承让。甘拜下风。啊！结束了，谁赢了？结束了。不晓得，大能出手果然不同凡响。冰凝姑娘，一旦开始，就不能轻易中断，否则命轮上的符文逆流会反噬自身，你得考虑清楚。国师放心，我意已决。我将展开命轮构造，并用术法维持。冰凝姑娘需在其上撰写术法符文，填满上中下3层。如何？符文撰写不上，步骤应该没错，难不成是细节上有出入？国师，如果反向运转第1层轮轨，或许可行。冰凝姑娘真是心细如发。现下如何？无法。很好，第1层符文已经完成。可惜，只点亮了数秒。看来要启动中层轮轨，不只是撰写咒文这么简单。冰凝姑娘，今日有你相助，我们离成功仅1步之遥。哎，这边看到了，刚出炉的包子。昨天那场对决，孔雀氏族的大能还是更胜一筹。那招大轮冥王印，现在想来还是震慑人心。当年孔雀氏族开创者孔宣，为了兑现一个诺言，一人之力横扫6大道宗，被称为当今圣人之下第1人呢。前面就是梵天商会，你这样的天才地宝，不如卖给人家用来炼丹，一定大补。你好狠的心呀！告辞。哇，今天这开品可以啊。这个真不错。最近得了，明天啊，我一定要买一个。上回买了一个，攒上钱了再说吧。哎呀，他呀，还真的实在关键。你的涅槃月滴已经拍出去了，是孔雀氏族的一位大能，他的出价是孔雀冥王令1块。啊！孔雀冥王令，可以直接请孔宣道宗为自己办事呢。那可是孔雀氏族老祖啊！多谢百里长老告知。怎么？百里长老还有交代？你觉得自己能保住孔雀冥王令吗？这是我的事。本长老念你将涅槃月滴交给梵天商会拍卖，对我们如此信任，决定用梵天令交换孔雀冥王令。梵天令？
怎么能和孔雀明王令相比啊？不是一个等级嘛。长老未免也做得太过了。这副长老，百里长老，且跟我说说，梵天令和孔雀明王令孰轻孰重？本长老是为你的安全着想，才有此决定，你也无需太过感激。行，那我还真就得多谢你，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。为孔雀明王令宣誓，若我之死与梵天商会有关，请孔宣老祖为我报仇，灭掉梵天商会。这就是孔雀明王令吗？是啊。本座已知晓，令牌收回。这是难得一见啊！是啊，疯了，他疯了，他居然就这么用了孔雀明王令。哎呀，果然是年轻气盛啊！我罗烈只有站着死，绝无跪着生。好，好，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本长老便要看看你是否能走出梵天商会。既然你喜欢主人狙击，老夫印象里，梵天商会向来尊重每一个义务者的正当权利。见过七长老。这个逍遥阁的人怎么来了？原来百里长老在跟一个毛头小子争一块令牌呀，与你无关。本以为梵天商会势力不俗，没想到也会为了满足一己私欲，擅自修改规则。若传出去，谁还敢将宝物交给梵天商会呢？这长老真的这么做了？既然刘老兄为你撑腰，本长老暂且放你一马。不过罗烈，今日梵天商会名誉所受之辱，他日定将全数奉还。拭目以待。今日多谢七长老解围，否则又是一番血战。小王爷何苦再为自己多添仇家？你表现出来的潜力太大，对任何势力来说，要么拉拢你，要么与你为敌。有些事情不得不为之，一味的委曲求全，忍辱负重，我就能活着吗？哎，你我虽无师徒缘分，却可以成为朋友。大赛在即，龙灵幻界中奇人无数，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但凡有求于人，只要能拿出高于其价值的事物进行交换，总会心愿得成。小王爷不妨去碰碰运气。以物易物，多谢七长老提点。这是什么呀？绕一绕，绕一绕，我看看。有子阁有奇人，阶下神识不至榜，医术高深莫测，大可前来一试。好大的口气，不怕闪着舌头？说不定还真的行呢。能不能治且不说，反正魄力是有了。哎，走了。这边从大早上就来了。样的快一点儿。不是说好只需要治疗榜单上的那几个人吗？可能龙灵幻界里有病的人真不少。哼，你吹牛，我受罪。我会交代林梦醉柳，让他们少放点人进来。我先回书房了。哎呀，命苦啊！要不是逍遥阁长老护着那个畜生，
何至于你我大费周折追到金兰国？列夫人放心，一切安排妥当。我听闻他又有国师杀千里之耻。哼，国师怎比得上国君的儿子？2位王子答应合作了。玄冥国列家列赤飞、列赤峰、列赤云见过玄龙王。好，列家果然人才辈出。我已让3人练就神功，就等6国少年争霸赛上一击必杀。届时就看列家少年郎的英姿了。王爷，罗烈在拜月夜会上与2位王子起了冲突。老南离王要是知道儿子如此好勇斗狠，得从棺材里爬出来，再活个50年。罗烈的修为似乎又有长进。即日起，这个位置就交给你，别让本王失望。13黑鹰卫必当尽心竭力，为王爷分忧。啊，红颜，你怎么有空过来？刚做的点心，拿来给你尝尝。吃多了金兰国的饭菜，还真挺想这口点心。想再吃，给你做就好了。这2本你收好，这可是我费尽周折才弄到的。此外，还有一样东西。这是？我一直记得你说过的那个故事，所以特意找人打造了这枚玉佩。北水国有一种独特的双生蝴蝶，名为灵犀蝶，一阴一阳。若是其中一翼受损而破碎，另一半翅膀上的灵粉就会发光。灵犀蝶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你我各执一半，即使不常见面，我也好知道你安好无忧。今天打烊了，请明日再来。抱歉，我们……你是？风风偃然起，动荡难平息，缘分突然降临，你我相遇，层层芳心安许，愿你回忆，无论仕途多流离，都要一起，多番险阻也不能够毁灭爱的相持下，手接你心头所有，倾我所有温柔，走过春秋。有你深情回望眼眸，我便甘于命运交手。头破血流无缘由，只要能靠在你胸口，我们相互去庇佑，让爱的传说不